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严卫慈议员、吴春成委员、江敏清院长、赖士葆委员、柯志恩委员、林玉芳委员。好，那么拜登他在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了哈。那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等于是最后一次演讲。通常美国总统都会去因为那是世界的舞台嘛而且就在纽约，离华盛顿其实车程很短那主要呢就谈中东跟乌克兰的冲突，也谈到台海的和平等等那到底他们就觉得说呢，中东要和平，乌克兰的这个冲突要解决。他说话说回来，这两个冲突不都是有美国的影子吗？你美国都没有在里面吗？对不对？我看到这我就觉得是你在装好人，这边去讲。当然了，他现在讲也不重要，已经最后这个临去秋波人家也不会重视他的演讲就是反正他就讲吧。可是孰令自知，世界局势搞成这样子，你美国都没有责任。乌克兰不是美国在后面拱他，叫他加入北约，俄罗斯会打他吗？打到现在，打了2年多了，民穷财尽，死伤累累，也没有个结果。以色列哈马斯也是一样你一方面叫以色列不要，但一方面不敢去制裁他。这以色列都吃透你了嘛，吃定你了嘛，所以根本不管你嘛。从这里面只看出来美国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少的那他说呢，美国现在跟中国是既合作又竞争所以要维护台海和平那另外呢，以色列空军呢乘胜追击，又去轰炸真主党，黎巴嫩死了558个，伤了好几千个人联合国秘书长也警告说地缘政治现在分歧不断的加深看不到尽头的战争。气候的变迁、核武跟新式武器，人类正走向难以想象的境地，一个可能吞噬世界的火药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跟他这样讲话，我也蛮紧张的。我们常常每天生活忙一些小事情就都忘了，没有办法那个宏观去看整个世界大事。整个世界按照联合国秘书长的讲法，他这边看得到嘛，正向走向很可怕的一个境界走向世界的火药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但是呢，谁听他的呢？大家还是继续这样干呢那另外呢，这个以哈战争中东局势看起来有点失控，油价啦、金价都上涨。外国媒体说美国缺乏影响力，你控制不住了只能不听你美国的嘛。以前美国大哥出来讲不要再打了，大家就听你，现在根本不理你，以色列理都不理你那拜登还说普丁已经失败了。所以呢，加沙要停火。普丁失败，他在打他也没投降那到底是乌克兰失败还是普丁失败呢？那黎巴嫩外长说，只有美国能阻止战争，全世界只有美国能。那你就一个是美国不肯嘛，一个是不愿意，一个是不能嘛，只有2种可能那另外呢，白宫说，拜登不放弃加沙停火跟释放人质的协议，还在努力啦。问题是人家理不理他呢？可能不理他。那以色列到底要干什么？一下这个 BB 扣炸伤这么多人，炸这么多人，一下又轰炸别人，所以以色列在进行高风险的豪赌用高风险的豪赌，说呢，以色列相信这个提高这个赌注，真主党就会退缩。我就这样炸你，把你的领袖都炸死也许你想想看，算了，赢不了你就退缩了。那如果不这样呢，会怎样呢？我们看一下。任内最后一次，美国总统拜登到联合国大会发表毕业演说，这是继去年同一个场合，拜登第2次提到台湾。The United States is unabashed, pushing back against unfair economic competition, against military coercion of other n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拜登重申捍卫台海和平，反对武力压迫。黎巴嫩近日第2度遭到以色列的全面空袭，从首都贝鲁特南郊到南部的边境，处处都是破坏、混乱跟恐惧。国际媒体纷纷用黎巴嫩的加萨话来形容。ومن دون لك الأضرار هون الأضرار جسيمة كلها بالآليات من برا ومن جوا ذاك البيت هذاك القرآني。以军接连2波空袭，总共造成超过560人罹难，伤者至少有1600人。但是空袭恐怕还没结束。黎巴嫩外交部长布哈比批评是拜登发言不够强硬，强调美国才是唯一能调解中东问题的国家。来自
我个人觉得拜登他这一次的演说，他非常在乎他在历史上的一个定位虽然他还有4个月可能就是要离开了，但是你可以发现他3大的问题，包括永无止境的俄乌战争，这也是在他任内里面出来的，还有包括这个以阿的战争当然还包括我们南海，他希望不要有这个武力的这样的一个胁迫，但是又不晓得跟中国大陆该怎么样来做一个 deal。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事实上，以色列跟哈马斯他们过去也曾经有机会可以和谐，可达到一个和解的一个地步，但是这个拜登可能不要忽略了纳坦雅胡。你会发现，大家都说，如果你只是真主党能够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话，可能一切还好说。可是呢，纳坦雅胡是绝对的鹰派，他试图想把伊朗拉进来，然后让这个以色列趁机能够消灭整个过去2国论的，就是以前他们所提出的和平论里面，趁机可以让这个以色列取得驱逐这个所有他的敌人到加沙走廊之外。那很显然，他这种无差别性的这个所谓 BB 扣的一个攻击，惹恼的非常的多人。所以在美国，你可以看出他的舆论，他们认为，如果贺锦丽这一次败选的话，拜登应该是头号的一个战将，因为他这个国际的这样子的一个所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局势里面，他并没有，他无力去阻止，所以他不断的告诉我们呢，普丁已经败相已露。但是呢，这个到底美国对于这个普丁，还有包括这个乌克兰，你到底是要继续的协助，还是到底他的终点在哪里？更不要说他根本完全对纳坦雅胡这样的一个作为没有任何的一个想法，所以他即使很想结束，很想去和谈，但是你看剩下4个月的时间，马上新任总统就要来就职了，那你这一局要怎么解？所以说，对于这个贺锦丽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难谈的一个题目那我们当然比较关注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南海不要有武力的一个接触，但是他也只是讲一讲，他到底能够对中国大陆在关税，还有他在任内当中所造成的中美之间的一个所谓非常僵化的一个局面当中，又如何来解？我们只能说，拜登很想留下，而且他因为太急于确定他的历史地位，以至于他在跟阿拉伯的这个问题上面，他其实并没有做好一个万全的准备。只能说这一次我们只能看看他的历史定位，决定在于贺锦丽是不是有办法获胜。如果获胜的话，这个拜登可能还可以获得一丝的赞美；如果没有的话，对不起，他绝对是这一次这个惨败里面民主党最大的敌人。江院长，这个坦白讲，政治就是实力，人存政局，人去政席，人走茶凉，人情之常；人还没有走，茶就凉，这是世态炎凉。人走了，茶还不凉，那是气场特强像赵大哥就是。拜登现在是准博呀，我还没走对，我说那个在政坛上了，他依然是那种让大家敬仰的对象。我说其实以拜登他现在是准博呀，博呀总统时候选出来还没就任，他现在是准博呀，他有4个月。这刚才讲完全同意但是基本上要等贺锦丽太慢，拜登可以做太多，美国总统权力太大了，他只要一签字一说明。180亿或者是200亿、300亿的这个武器就可以免费送到台湾来送好了这一次那我给各位看一个资料，这一次贺锦丽能不能当选，基本上是摇摆州决定。各位知道，那个所谓的安全州 （safe state） 不会改变 ，battleground 或者 swing state 决定。来给各位看几个数字。他这里讲到台湾如果大陆攻台，川普跟贺锦丽谁能比较应对？在拜登讲完之后，从捍卫美国利益来说是52对48，川普获胜。看第二个。摇摆州底下4个问题是摇摆州，如果捍卫美国利益呢是摇摆州，川普52%，贺锦丽44%。来，再看一下谁能够结束俄乌战争？美国老百姓觉得是58%是川普，42%贺锦丽。解决台海冲突呢，58对42一样。那移民政策呢，跟难民有关，56对44。基本上这个数字告诉我们说，拜登能够做2件事。如果他寻求定位，第一个，这4位可以做太多事了，例如。他既然谈了跟中国大陆是一个既联合又斗争、既合作的竞争关系，这个单丝不成线，这个独木不成林，你可以找他一起来啊，至少呼吁嘛，说我们一起解决现在世界上2、3个地方的战场一直都要全面化的战争。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如果他能够做到解决在4个月当中，至少能够露出曙光。他现在连谈都不谈了，双方连谈都不谈。如果能够做到在进程上或者议程设定上，他有个时间表，就算还没有完成。我觉得他历史定位上就得了那也许还能够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不一定。那另外，对贺锦丽来说，贺锦丽的照门各位看一下，这全部都是外交政策，那是拜登留下来的，不是遗产了，是负债那么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你能够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其实贺锦丽的照门就打开了。打开之后，他赢川普，因为
这一次啊，听说是有史以来咬得最近的，可能是继1789年以来上次是那个海斯跟Fielden 他们只差1票，这一次大家预估，如果根据《纽约时报》跟《华盛顿邮报》这2天所做的统计，如果没有误差的话，这次是270票对268，是历史上唯二最紧一波的。所以我觉得对拜登来说，这次演讲是灵去求博，但是个人定位，他如果4个月能够做出一些东西出来，我觉得还有历史定位。另外就是对贺锦丽来说，这是送给贺锦丽最大的贺礼，救一救小贺。这是14年来最悲惨的战争的结果，死这么多人哈。所以呢，以色列叫做高风险豪赌，什么意思呢？就是升高局势来缓和局势。我把局势升高，要看能不能来缓和局势啊。玉芳兄，其实以色列在这场战争里面是早就撑得非常的辛苦。如果以经济来讲啊 ，OECD 的资料说，战争爆发，讲加沙走廊战争爆发的第1季，它的经济就萎缩大概4.1%。以色列自己的中央银行总裁讲，如果这个战争持续，那从2023到2025，以色列一共要付出大概670亿美元的代价，这个就等于以色列的 GDP 的13%呢，这么高。而且因为打仗，很多年轻人都从军，都去当兵了，很多的店都关门了，因为没有人可以管了。这公司里面可能有6个人、3个人都去当兵，他做什么？他只有关门了。关掉了几千、近万家的这个店，他真的撑不下，谁在帮他撑？美国嘛。所以我看完拜登的演讲，其实我有一个感慨，就是说，美国一边号称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边在人类历史上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小国可以控制一个大国，控制到这样一个程度的，真的。那国际政治常讲说，狗尾巴小国控制大国，就狗的尾巴可以控制狗的头。我觉得它狗的尾巴才是美国，那个头才是以色列。那你去想想看，这个战争有一句话了，讲说“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句话哪来讲？美国、以色列在这个战争里面的关系其实是不准的。美国对以色列完全有影响的能力，所以不是不为。也不是不能，是不敢嘛。因为现在这个选举的季节，请问你川普也好 ，Harris 也好，拜登也好，2位副总统候选人也好，哪有人敢批评以色列一句话？没有一个人敢。比较勇敢的反而是以色列自己犹太人自己人。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Schumer 他说以色列要赶快举行选举，赶快意思说把总理给他给换了就没有事。因为他犹太敢讲这句话，其他哪里选州长、选众议员、选参议员呢？更不要讲说选总统了，哪一个不是站在以色列那一边？我们看一下这场战争，哈马斯是不对的。我认为这所有的恐怖行动都应该被谴责。好了，他杀掉了以色列人1200人，俘虏了250个人。可是我们现在看，那对方呢？我们讲正义之战。你们要讲到你的目标跟你的手段要成一定的比例呢，人家不对，杀了你的人，还俘虏了你的人，可是你到目前为止，加沙走廊的百姓死掉了41000多人，超过41000人，而且这里面超过一半是俘虏。你认为这是个正义之战吗？你美国不是号称要挺正义吗？那你挺的是正义，是这个样子的吗？而且说实话。我们只要看为什么以色列人根本美国人说我在调停你们和解要他谈停火协议等等，他一边在停火协议，一边看着以色列不断的在轰炸这个加沙。你晓得路透社今年的6月29号有个独家的报道出来，就是从去年10月7号大概到6月，今年6月，美国提供给以色列14000枚 MK84的2000磅的炸弹。这就是我们看那个画面上，加沙走廊被炸，整栋楼一个炸弹下去，整个垮掉，就是这种炸弹干的。2000磅的，至于5000磅的6500枚，还有专门攻堡垒的、地下堡垒的那个炸弹，还有地狱火，这些都不要数，这无计其数。你看，你一边说以色列在加沙走廊杀戮太重，你拜登都这样讲，可是今年的8月9号。当他杀完一大堆人，加沙走廊人死亡已经超过几万人的时候，美国宣布再额外提供35亿美金给以色列，条件你要采购美国武器。
所以你去看美国任何一个政策后面都是军火商，我真希望我们的立法委员也是，你们到美国参加这个会那个会，你要注意一下后面有没有军火商的会。我当立委，我不敢讲我多了不起，我只有做了一件事，军火商主持的会议，我绝对不会参加。你请我当 keynote speaker， 我也拒绝去。我真的要提醒，尤其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你不要看到会就去，会不见得都是好会，要看看他们的背景。所以我现在讲一件事，就是说，你美国可以只要告诉以色列，我不提供武器给你，如果你不改变的话，拜登讲过，他说我那个大型的像这个2800个炸弹，我不给你了。讲完不多久，马上又继续送，对不对？然后呢，你派军舰去增加人到中东，你说要协助维持和平，你认为是这样吗？你认为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嘛！他就警告你，其他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伊朗这个非阿拉伯国家，你不要轻举妄动，因为我的美国大军已经来了，我们就静静的看着以色列去屠杀黎巴嫩人好了。现在黎巴嫩的南部，坦白讲，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加沙走廊。所以我认为拜登的这个演讲，我是很不喜欢讲一个友邦，因为对我们这么重要友邦的总统，但是我觉得他的演讲从头到尾是虚伪的。美国基本上是一个伪善的国家了。伪善，假装自己是善人，其实是伪装的。它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背景的就是好几重，不只是双重标准，好几重标准。不过话又说回来，阿拉伯你这些国家，穆斯林国家也太不争气了。说实话就是这是不行嘛。你跟以色列比，人家真是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所以以色列现在去炸这个真主党，发觉真主党不堪一击嘛。几个 BB 扣就搞到你死伤几千人，对不对？一炸你就炸死，听说炸死一个集会20几个真主党那个大小的头目们，你甚至说哇，你太容易了，你们没跟我吹牛，说报复什么？看你根本没有能力嘛。所以你们这些穆斯林国这么多在旁边，你们是很有钱的，有油啊，有这个有那个，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自己站不起来也难怪别人欺负你们了。休息一下再回来。长者是宝，需要陪伴与照顾。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赖清德他参加一个活动很有趣的是那个一个什么叫做教会长老教会，有1300个教会联合起来福摩沙，它叫福摩沙学院 ，Formosa 了。其实我想什么，就福尔摩沙，福摩沙，他们要搞一个呢，要自卫，自己要自卫，搞一个方舟计划，就是圣经上挪亚方舟了。那个上帝说人太坏了，什么坏事都干尽造你们干嘛但是又舍不得就叫挪亚呢夫妻去建一个很大的方舟。我不知道有多大方舟然后世界上的动物一对，公的母的都上那个方舟。这样还可以传衍繁殖下去嘛？结果就下大雨，水涨起来了，都淹死了，只有这个方舟存在。所以他们现在意思就是说，老共打我们，到时候呢，大概大家都死光光了，只有他们这1300个教会这些联合起来，能够保护台湾所以呢，这个方舟否则叫什么方舟呢？就这个意思嘛。然后呢，这赖清德去讲话赖清德就说呢，我绝不会签和平协议，因为要不要签和平协议有不同的讲法了有人觉得要，有人觉得不要那我是以实力来避战，我只有实力才能够避战所以用备战达到避战，就跟以色列升高局势，看能不能遏制，要备战来避战那所以呢，我会拒签和平协议什么协议我都不要签。我早上看我就想说，这个像和平协议好还是不好？这真的难讲了。南北越签了巴黎和议，南越就完蛋了嘛，这显然骗你的嘛。国民党跟共产党以前也签了很多，常常谈打，后来国民党就被赶出大陆也被骗嘛，但是爱尔兰北爱以前打成那样子，为什么能够和平呢？他也是有协议不是没有那现在他不是每天期望里哈能够签协议吗？那如果都是假的，我干嘛签协议呢？表示有的时候还是就双方如果遵守，还是可以发挥效果的。如果不遵守，有意撕毁，那另外一回事嘛。所以也不是说一定好或一定坏的，要看状况，还有协议内容是什么东西嘛。还有你的实力是实力当然是重要的
那赖清德就说这是主权，所以不容侵略啊，不容并吞，所以要去看这个诺亚方舟的计划。洪水来也不怕，下吧啊，老公来吧啊。那另外呢，这个国台办就说，你看赖清德老是要讲什么两岸主权不隶属啦，哦等等啦，哦这个所以呢，这个不断挑衅啊，这故意来对抗我们啊。那另外呢，宋涛也说搞台独没和平也没发展。哦，所以呢，台湾民众应该跟台独划清界限。如果你搞了台独，大家都承认你的确可以变成一个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哦，也就罢了，也没有啊，弄了半天是嘴巴讲讲而已啊，哦，好吧，他们看赖清德除了参加那个诺亚方舟那个学院以外，还参加叫 Concordia 年度峰会，这是一个那个智库了哈，一个团体。那他说呢，两岸主权，反正赖清德现在嘴巴就是两岸主权互不隶属，其实大家都知道。今天有任何一个台湾认为说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吗？在座有任何人认为他不会这样认为嘛？对不对？只是你要不要每天挂在嘴边嘛？就是大家都知道，谁不知道啊？朱立伦不知道吗？哦，柯文哲不知道吗？这些党主席都知道，只是你要每天挂在嘴巴讲，你就反正捅他就是了。每天要捅他，让他生气嘛。大家都知道嘛，只是不讲嘛。哦，你非要去讲不可吗？哦，互不隶属，大家都不知道吗？所以知道我当然也不属于你啊，对不对？那但是需要去讲吗？赖清德每天夸着嘴巴，他发现你们不讲，我就天天讲，讲老会从生气，甚至就抬高他的政治的这个身价啊。选举的时候可以讲，你看只有我敢讲啊，对不对？他们都不敢讲啊，他们都是这个 chicken 啊，都是像弱鸡一样啊。我们看一下，可以跟大家承诺，台湾绝对不可能签和平协议。总统赖清德前往南投埔里，肯定福摩萨学院的民防计划，为了保护所爱，不断的付出，呼应他身为总统的使命。我第一个使命就是守护国家永续发展，永远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同时也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学院有计划的组织民防，官网有影片说明灾害发生时的危机处理，也请专家介绍防台、防震、防战争的个人避难包，制定了诺亚方舟、安全气囊、危机求生等3大计划。他们还计划将全台1300间长老教会打造成一艘诺亚方舟，落实民防讲座跟训练，当战争大洪水来临时，国人能够自救救人。赖总统说，应该备战，靠实力避免战争，争取和平，而非是一张不可靠的纸面协议。来，赖委员，这个讲一下诺亚方舟了哈。诺亚方舟真的是上帝在旧约的时候是说啊，真的这个人太坏了，做一个大舟，把动物啊上去，要不是上去延缓这个生存啊之类的哦，是真的有一个舟，真的有个舟，圣经上有这样讲。可是今天赖清德讲的诺亚方舟。他讲方舟啊，他的概念是说，把台湾打造成诺亚方舟，让台湾这个岛啊可以移走。等于老共打的时候，我有办法这个来保全大家。他重点放这个地方。移到哪里啊？移到哪里？我们就问了，移到哪里呀？移到哪里呀？回顾刚才所提到的，拜登讲他在联合国最后一次的演讲，说全世界他等于讲了3个地方，他觉得很头痛的，一个俄乌，一个中东。一个就是台海、南海，这3个，我认为他卸任之前，通通不会解决，通通不会解决。来看我们关心的台海，台海，因为你可以看到，川普最近有个证件哦，他说啊，只要美国的企业你敢出走，我课税200%，我不知道这税怎么课了哦。说大陆的来进来100%，你出去的200%，这个因为中美这样子不断的对峙。造成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讲法，通用还有Tesla 这几个美国大的汽车厂都说 OOC 啊 ，out of China，supply chain 所有的供应链都不要去中国，然后 Plus 现在半导体业说 Plus OOT out of 台湾，因为台湾的地缘政治每天可能打仗。好，我们回过来看赖清德。赖清德今天讲了一句话，就很有意思哦。赖清德说，
陆方重新订立9号共识，让台湾没有空间。也就是说，过去的9号共识有一中各表，现在9号共识就是一国两制，没有一中各表，所以他拒绝。如果他这样讲是对，是 OK。可是，请问你，即便以前可以有一中各表，赖清德支持吗？赖清德没有嘛，所以他到现在为止碰到人、碰到场合就讲哇，两边互不隶属，碰到他讲特别讲2758，各位要搞清楚啊，2758那时候争取的是中国代表权，是由在台湾地区治理地区的蒋介石政府、蒋公政府，他来代表整个中国，或者是北京的毛泽东那边代表整个工作，其实我们都很清楚，我们都非常清楚，那时候就是认定了嘛，台湾就是中国的一起的嘛。所以这真的是说谁代表中国？里面当然没有扯台湾嘛，因为台湾include在里面。那你现在一直要讲说美国也讲，澳洲也讲，那为什么你不在联合国提案？请问在联合国提案呢？是不是？那台湾现在因为现在蔡英文执政之后，民进党执政之后，带赖清德执政之后，结果台湾的外交空间越来越少。我们最想说，联合国底下有意义参加的组织，一个是 WHA 世卫会议，没有了。马英九每年都有，蔡英文开始每年都没有，再过来说 IK 啊，国际民航组织也没有了。所以你注意看哦，你注意看，现在赖清德说要打造这个挪亚方舟，或者是方舟计划，把台湾要带到哪里？就是这个。如果以中东来讲，能看你啊，他们习惯这样打打闹闹，有地方可以跑，台湾就没地方可以跑，你跑去哪里去？我觉得这两个问题了，一个2758号决议啊，我觉得是老美在吃我们豆腐了，哦，很好啊，那你老美支持我们回联合国啊，不是一句话吗？当年对不对？老美在联合国里面虽然有支持我们，但是我觉得力量也没尽够了。27号，如果你觉得说没有针对台湾，老美提案呢、在 WHO 提案让我们再恢复，你通通没有嘛？你真的有提案过吗？演讲可能有讲一下，你真的有提案吗？就是说，请老美提案支持我们这个重返联合国嘛。以前马英九谁有搞过那个什么入联公投，什么反联公投，记得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92共识现在已经被污名化了。我觉得国民党要不断的讲，说我们国民党支持的是一中各表的92共识，我们支持一中各表92共识。我们如没有一中各表，就没有92共识。你国民党要不断讲啊，老共怎么讲不管他嘛。我告诉你，就是我的立场就是我们支持的，我们要的是一中各表的92共识。你民进党说没有，你共产党说没有，我说有。你要老共自己讲说没有吗？他会公开讲吗？他也不会公开讲。好，这样你立场才站得稳嘛。休息一下再回来。